产业动态、业界新知都在展昭 On Air。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展昭 On Air。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Intelligent Asia 的系列直播。Intelligent Asia 亚洲工业4.0及智慧制造系列展，在8月19到22号南港展览馆1、2馆双馆盛大展出。那今年呢，我们涵盖了8大主题，包括了机器人、自动化、模具、3D 列印、物流冷链、流体传动以及数位机械要素。那呢，双馆展出，欢迎所有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参观。那想要有兴趣参观的朋友呢，别忘了先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去做预先登录。预先登录呢，现场就可以快速入场哦。那我们 Intelligent Asia 的系列直播呢，一直到8月18号每周二的中午12点半以及下午3点钟，都会在我们的展昭展览网以及展昭科技展双频道播出。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锁定观看。那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是 Intelligent Asia 的展品大揭秘，我们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智慧自动化的产线剖析。那今天我们邀请到4家厂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呢他们在展览现场会展出的主力展品。那每家厂商都会跟我们介绍，他们今年展出的主力产品是什么？那跟一些产业的趋势。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包括瑞金工科技、宏格科技、精俊科技，还有山启自动化这4家厂商。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展品剖析马拉松吧。那我们第一家邀请到的就是瑞金工科技，我们邀请到陈正交协理 Justin， 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Justin，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各位展昭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啊，我是POMI 瑞金工Justin。今天非常感谢展昭能邀请我们过来这边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还有我们公司这一次在这个自动化展准备要呈现的产品。好，好啊，那 Justin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瑞金工科技这间公司好不好？好，瑞金工科技是属于瑞传集团原来的自动化部门。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正式独立成立了这一家瑞金工的公司。那也是服务两岸台商还有东南亚的台商做这些工厂自动化我们自己公司有所谓的 FA 做自动化的整厂规划也有这个 IoT 的软体部门。那我们特别在今年呢推出了这个所谓的云端的 MES 的系统。这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团队不管是成立前跟成立后大概我们团队也有20年以上的经验在导入 MES。我们发现台湾在全球这些制造业呢对于 MES 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呢因为 MES 因为需要透过很多的客制化导入也不太容易，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整理出一个云端的标准版。那我们目前又跟这个微软的 Azure 做一个非常有大力度的合作就是希望尽量能够让全球台商制造业呢都能够迅速而且容易的导入这个 MES 系统，来提升他们在全球的这个竞争力。是容易导入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让大家上那个导入的门槛就会降得比较低一点。好啊，那 Justin 就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云端制造执行系统，对不对？MES 这套系统。好。我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 MES 系统，我们叫 POMIS Production Optimization 其实就是说把我们的生产力呢能够把它极大化、极致化好，接下来我简单来介绍一下。好，那我想应该在制造业的朋友应该都了解过什么是 MES 但是过去的 MES 呢，基本上它是系统都在串接 ERP 但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在谈物联网 IoT 反而是关键如何将 IoT 串接到 MES 再串到所谓的 ERP。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整合，所以 MES 呢，它是位于上位系统跟底层工业之间的控制那它主要是串接在 IT 端的这个 ERP 跟所谓 OT 端、CT 端的这些 SCADA、PLC、Sensor、Machines 来提供这些数据的整合。OK。好，那更简单来说ERP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脑部的这个大脑中枢神经的大脑。它是负责做什么呢？做决策的OK， 那 MES 呢？它主要是中心神经里面的脊髓。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去串接这些控制、收集这些数据，还有这些传输等等来提供给
ERP 去做决策，所以它是属于在生产线上的管理，OK。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区别一下 ERP 跟 MES 我们希望尽量浅显易懂让非生产线上的这些管理者也能够了解ERP 主要是在管理什么呢？就是人、财务、资讯、时间和空间那做所有的资源的综合的平衡跟优化管理。所以我们经常听到 ERP 都是会用来做物资的管理财务的管理、人力资源的管理，还有资讯流的这些管理那 MES 呢是主要针对制造业呢人机料法环的管理所以呢，透过这些资讯的传递，我们主要是从接到订单以后产品到整体的生产过程呢，能够进行可视化跟优化的管理，even 可以做到让客户。尤其我们台湾是代工制造业的大国，不管它是在台湾本岛，还是在大陆，还是在东南亚，我想老板跟客户都想要及时有这些信息，到底我的产品生产到哪里了，我有没有缺料，我有没有 defect， 我有没有什么缺失，不要再生产下去了，赶快改善，这是非常重要及时性的讯息。是OK， 所以即时数据为依据来调整所有的计划来提高决策的准确性。那强化对客户的需求的快速反应。这个现在全球代工的制造业有一个趋势，就是这些品牌商他要了解工厂的制造的过程。可视化跟透明化，对，尤其在品质层面上，这些导入 MES 都可以提升这些的帮助。好，那 MES 呢？导入的效益最主要要有4块我们刚刚提到过了，生产的可视化帮助决策，追踪不良异常还有这个降低生产成本。另外呢，它在生产资讯上呢，能提高交货的准确性。现在交期都越来越短，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少量多样的弹性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提升品质台湾的产品如果品质好，才有真正的竞争力。对，我们没有办法去竞争这种大量生产低价的物品了。那在美国的这个全球的这个 MESA 协会他们所做的调查，主要呢是在生产时间的降低、数据的输入，不用再无纸化的控制不需要以前还要在填表生产现在都无纸化，数据的输入、文书的作业可以降低，数据的缺失然后物料的库存可以降低。最关键的就是最后的一里路，就是把产品的品质大力的提升。这才是提升22%，对，还蛮高的。这是他们做的调研美国这一块。好，那现在工厂面临的挑战有很多我们今天主要要谈的是说 on-premises 跟 cloud-based 就是在我们传统软体都是架构在线下的在你需要有一台 server 有一台自己去管理。那放在云端的好处是什么当然导入 MES 会经常失败问题在哪里？有太多了有因为资讯的庞大、人才的缺失，资讯很难整合，跟 ERP 怎么串联，这些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在展会上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多互动交流。我们先大概做个介绍。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个数据这是去年底这个经济部的中小事业的那个企业调查的白皮书台湾的 MES 跟 IoT 的导入率非常低，到多低呢？这个是中小型制造业已经导入 ERP 79% 了但是 MES 只有7.1哇，1/10这非常的低那我们大家去想，20年前甚至10年前在导入 ERP， 很多中小企业是遇到非常困难。对。可是到今天的2020，已经有79% 了那当然也因为早期的 ERP 的复杂。后来演变越来越方便，大家可以知道，现在 ERP 都已经云端化了，不管是 Oracle 或 SAP 其实都已经走云端化，让你导入更简单，而且呢，价格上可能也比较优惠比较 affordable。对 ，affordable 没有错那再来 IoT 更低了，所以我们政府为什么有这个所谓的智慧机械办公室在台中，它就是一直要倡导我们设备机器一定要联网，才有办法去做 IoT。所以我们了解到全球台商就有14万家的中小型的制造业OK， 那有6万7千家，还有6万7千家需要做所谓的 automation。
所谓的 automation 不是做单机的自动化，是做整线整场的产线，对的自动化，需求还是非常大。另外呢，还有13万家需要导入 MES。哇哦，这数字非常惊人。OK， 所以云端版的 MES 跟传统的区别在哪里呢？第一就是客制比例呢。为什么我们的云端版可以控制在10%以下的这个客制化？其实我们是已经积累了20年上千家的这种客户，各行各业的制造业，我们把它浓缩出来，分成几个模块，然后让你做快速的上线跟导入，而不是提供一个大系统，那你或许有很多东西用不到啊，或者是你根本导入不了。那就会变成一个失败的案例哈。然后，所以是你们的经验累积有足够多样的模块，让大家做使用。对，所以传统上来讲哈，我们在实施周期都要超过18周以上的半年以上来计算哈。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在2个月内就能帮我们的中小型的这种制造业能快速来导入。还有一个问题，建制费用，我想很多老板会关心的哈。因为它基本上导入一个 MES 最便宜可能都要几百万以上哈，而且是软体加硬体。我们的做法是做所谓的月租式，分3年。然后所谓的月付型租购式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到3年到期以后，这个软体的拥有权就是你的不是你不用，所以你在3年后你会降低至少超过50-60% 的这种费用，你只剩下云端的费用而已。OK， 那系统更新我们是免费的，而且有很多的业主比较担心，我买你的软体，你会不会服务我？不是只有售后的客服，他们经常问我们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做月付型？我今天如果没有服务你，你可以取消了。对，这就是强迫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服务品质，对客户的承诺。OK， 这是一个蛮大的保证。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在建制，如果你在落地版的哈，在那个落地版的 on premises 的话，你有很多的成本要去建制，你要自己做 server，对，你要很多的这些机房的设备设施 UPS 所以甚至还有更多的隐性的成本要去维护，包含人，你可能要多请几个 MIS 来去做，甚至要懂 MES 这样的系统的，所以呢，这是非常复杂哈。好。刚刚提到了，我们经过这20年希望推出一个云端的这个标准版就是涵盖了这8大模块我们分成2个层次一种叫做 Promise Elite， 也就是精益版的就是这4个模块是我们这几年发现中小型企业它要导入的时候呢特别需要的，而且基本上就能满足它的 MES 的需求了那当然，如果这个部分大概是会在生产线上100人以下的这样的工厂，很适合100人以下。如果100人以上呢，我们会比较建议，甚至因为它的需求，它会有物料管理、设备管理、品质管理的需求警报管理的需求。这时候它会用 Enterprise，它就涵盖了这下面4块8大模块的模组，就比较完整版。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再提一遍，说最基本的要求，你一定需要 RTR 的即时报公，WIP 的在制管理，RMS 的报表管理，以及 EKS 看板系统。尤其是看板系统这件事情，现在越来越多客户来台湾访厂，或是到你东南亚大陆的地方访厂，他都会希望看到产线以后呢，你有没有看板数据让他及时未来也能联网来看到你生产的数据。OK。那 MES 导入以后呢，它要怎么来跟 ERP、APS、WMS， 甚至 Supply Chain 的 Management、CRM 这些做串接呢？它可以透过 API、IDOC 或是这个 DB to DB 的方式，所以它困难度不会太大。OK。那这里提一个重点如果我们自己建立这个机房光是这个 SLA 的服务基本上你要搭置就要上千万了就是机房，所以现在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这些大型的云端像 Microsoft Azure 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云端的公司来替你做这些服务，来降低你这些数据的流失安全性的问题。好，另外一个云端的优点是全球运筹的管理。我们知道台商的中小型制造业，它不止在台湾，它可能在大陆、在越南、在泰国在东南亚，甚至印度、非洲都有可能有工厂。但过去呢，工厂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在
在我们自己本国里面的工厂的信息都不见得能及时的，更何况是跨国，都不一定做得到了。对，所以全球应酬管理的架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刚好可以透过云端。我们知道 Microsoft Azure 他们是全球都有它云服务哈，而且它的机房跟数据啊都是非常棒的哈，所以在这一段部分来讲，就刚好可以解决啊这些中小型制造业在跨国管理工厂的时候要导入 MES 是非常容易的啊。另外再提一点哈，在我们遇到一些案子，在东南亚遇到一些网络不稳定的时候呢，我们刚好又有配合一家非常优秀的厂商，它可以做到固网跟4G 或5G 来搭配混网，害怕你那个网络的掉线问题不稳定的时候，都可以来做做这个 hot swap 做这个 redundant 的机制哈，可以防止你这些数据会流失或是断网的问题。好。这个部分其实就是 Azure 在提的这个所谓专业级的资安防护哈。那这个部分，我想很多 MS 都能够理解。如果你自己公司本身已经上云端哈，这个我就不再琢磨。其实这是想要了解的，就是说自己去建构这个 MES 系统自己管理，相对来讲是比较对中小型企业来讲非常困难。好，但是交由云端来讲，它有专业级的资安防护，而且大家知道，去年 Microsoft 还拿到了五角大厦的一个大型的项目美国的国防部所以它的治安问题是我想是规格拉得更高，对，应该是非常厉害的。好，弹性的运算就是说。你不用一下子买太大的这些 server 这些硬件的标配，你可以从最基础的导入容易然后呢，可能一个月只要1-2万块钱，2-3万块钱，你随着你的流量变大了，我们再随时来增加你的需求就可以了。所以弹性是很重要的，不要去买的太多资源。而且在 Azure 呢，我们合作的合作伙伴在云附这一段，他会协助我们的客户如何能够更节费的。来使用这个云端的服务，就像我们手机你要用的多少的流量通话费多少，都可以帮你做最好的安排。好，那当然另外一个是存储问题了。这个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工厂端有很多数据，尤其像一些 PLM 设计图稿这些，它需要备份。他害怕说资料不见了怎么办？那这些刚好云端都可以帮你解决。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简单，因为案例有很多，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以食品加工厂我们会分享2个案例我们先来看食品加工的部分这是台湾非常知名，我不太方便说出客户名字我们还是有一点保密的协议。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其实这种食品业来讲，我们就把它定位成叫做连续型生产因为什么？它可能生产饮料生产泡面生产这些零食它是一种非常大量连续型的生产。那在我们帮他协助导入它这个 MES 的过程中呢，其实你从前段的制程从领料开始，一路到所谓的这个品管再到后置的制程，它可能要包装了这些全程都有 MES 系统帮他做在制的这些管理，它会有贴标会有能够随时追踪到这个产品已经生产到哪一部分了。那 QA 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发现说这个食品里面有异物，有什么会停止生产这些都很重要另外在库存层面上也都帮他解决了所以这个导入云端的生产排程在制造执行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这个客户呢，他在我们在台湾导入了几个厂以后呢，他当然还有海外的一些工厂。那刚好我们可以用到我们这个云端的 MES 来把各个工厂全部串接起来。这个目的是让它的供应商也好，它的客户端也好都有一个全球的一个云端 MES 的战情中心它才能够去调度。你看它有饮料厂、速食面就是泡面味精然后生技绿藻厂，非常多的工厂，全球工厂如何把它整合在一起。而且我们特别强调，导入 MES 跟导入 SAP 一样导入 ERP 一样，它需要分阶段的没有办法一次就是全部到位，这样的风险也非常大所以弹性很重要。第二个呢，是我们台湾另外一个很知名，在新北市的一个做线性传动的元件就是华轨、思感这样的一个公司
它的部分呢，它是反复式的生产流程，也就是说，它的产品呢，可能需要加工2次甚至3次啊。所以各行各业的制造流程不一样，所要导入的 MES 可能也都对些许有一些不一样哈。它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加工工序的繁杂，另外就是大家都普遍一样的少量多样，跟刚刚的食品业不太一样。食品业它是大量的，对，非常大量。但是台湾大部分的中小型的制造业都是少量多样所以它每一个制程，它品质要如何控管非常难那另外呢，它供应商呢跟委外加工厂又特别多，协力厂也多，要怎么控制来完成这个交期你看客户的行业客户也都应用上都不一样，所以它在 MES 的系统上都非常重要。好，所以导入我们 POMIS 之后呢，它能及时的掌握生产的制程。从我们刚刚提到的4大模块里面它这个客户他用的是8大模块那主要是以这个4个模块作为第1期的导入工程，后期还有第2阶段所以分期导入才能更快的实现效益所以在再制品的 WIP 物料的管理就是所谓生产线上的物料还有品质的控管以及及时回报的这个报工系统的 RTR。这些东西就已经能够满足它第1阶段产生效益，生产效益的过程。好，那它导入后呢，制造的周期缩短了2周，生产履历的追踪每一个生产的部件或者是成品都能够追溯回来，谁生产的，哪一台机器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如果有品质问题是谁做所谓的品管的，这全部都可以做追踪那达交率呢也提升了8%，最重要品质提升10%，这个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导入 POMIS 工厂运作效率呢，整体提高了23%。刚刚讲到说导入分2个阶段，所以通常会建议说第1阶段先引基本款，那 Enterprise 的部分可能是第2阶段在8个模块一起完整导入。是的其实这个4个模块呢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它可能会想先导入品质下来也可以其实我们只是说以主流上，我们遇到很多客户会以这4模块为主，但是我们 POMIS 标榜的就是可以弹性导入模块。了解。好，OK。那刚刚我们在最后一页这里提到的是，这个是我们过去在20年我们这种落地版的客户相关的客户非常多，大型的客户。但是我们这一次的 POMIS 云端版的这个 MES 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服务我们全球台商的中小型的制造业，不一定是大型的这种制造业。那另外我想最后想总结提一句，就是说，如果从7.1% 的这种 MES 导入率，我们未来10年台湾能够提高到像 ERP 79%，那我们是全球可能导入这种 MES 最高的国家。我相信我们台湾的竞争力在制造业可能会更上一层楼也不容易被所谓的这些低价劳工跟国家来取代。对，我们要找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好，谢谢 Justin 那这个刚刚 Justin 分享是瑞金工科技，那他们今年在展场会带来他们的云端制造执行系统 POMIS。对，那你们的摊位在哪里呢？在 K 区，对不对？对，我们在 K 区，K1008。所以是在我们南港展览馆1馆的1楼，对，最右手边靠捷运的那个入口进去 K 区1008号摊位。对，我们欢迎大家8月19到22号到我们的 K1008瑞金工科技的摊位。谢谢 Justin， 感谢您，感谢线上的朋友，谢谢。好，那待会我们会邀请到的呢是宏格科技。对，那我们邀请他们到现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